从云端坠落，谁能想到飞行员也要开网约车？曾经，他们是云端上的天之骄子，驾驶着价值数亿的飞机，穿梭于蓝天白云之间，月薪动辄10万，令人艳羡。如今，他们却不得不放下骄傲，挤进网约车的驾驶座，靠微薄的跑单费维持生计。我开飞机10年，现在却在西安街头跑滴滴，连油钱都快赚不回来。一位幸福航空的飞行员在社交媒体上无奈吐槽：“这不是段子，而是2025年中国航空业最残酷的现实。”幸福航空这个名字听起来讽刺至极。2024年，这家航空公司因拖欠工资、社保，深陷舆论漩涡。2025年4月27日，幸福航空更是一夜之间宣布取消5·1前所有航班，原因简单粗暴，公司没钱飞了。据现代快报报道，一名财务人员直言，员工工资只发到去年6月，近1年几乎颗粒无收。飞行员被欠薪100万，空乘被欠10万以上，甚至有员工透露想辞职。不结算工资，还要赔制服费、培训费。网友惊呼，连开飞机的都不发工资，这飞机谁敢坐？这不是幸福航空一家的问题，而是整个中国航空业陷入至暗时刻的缩影。2024年，东航停飞89名准飞行员，3大航空公司背负800亿美元债务，全国200多个支线机场债台高筑，70%靠借债苟延残喘。一折机票0元促销，买1送1，航空公司用尽浑身解数，却依然深陷越飞越亏的死亡螺旋。专家警告，2025年中国航空业或将迎来史上最大破产潮，1/3航司可能倒闭。今天，我们就来撕开中国航空业这层光鲜外衣，揭露它如何从金光大道跌入万丈深渊，以及这场危机如何让无数家庭的梦想破碎。幸福航空成立于2008年，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和东方航空合资打造，承载着国产支线飞机的梦想。然而，这个国字号企业如今却成了欠薪标兵。根据蓝鲸财经2024年12月报道，幸福航空在审案件高达66起，近半数为劳动争议，涉及飞行员、空乘、地勤等多个岗位。员工柳先生向红星新闻哭诉，公司欠我近10个月基本工资，社保、公积金断缴2年多，高温费、取暖费更是遥遥无期。更离谱的是，幸福航空的欠薪套路堪称丧心病狂。员工王女士透露，2020年起，公司工资发放就断断续续，2021年开始拖欠小时费，2024年更是每隔半年才发一次工资。据统计，每位飞行员被欠薪高达100万，空乘也被欠10万以上。从7月到现在，只发了2000块，我拿什么养家？一名员工在社交媒体上愤怒控诉。2025年4月27日，幸福航空彻底摊牌，内部通知直接取消5·1前所有航班，官网无票可订，客服电话无人接听。一名工作人员向经济参考网坦言，公司运营艰难，5·1后可能继续停运。高管嘴上还在硬称公司会继续运营，正在准备发工资，但员工们早已歇寒开会能把欠的钱吐出来吗？幸福航空的崩溃只是冰山一角。2024年，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对幸福航空发出限制消费令，原因是其未履行与原祥福州国际航空港有限公司的合同义务。同年，奥凯航空、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也因债务纠纷将其告上法庭。一个连飞机都飞不起来的公司，拿什么还债？如果说幸福航空的欠薪是明面上的刀，那么东方航空的停飞风暴则是暗地里的枪。2024年，东航突然提高飞行学员考核标准，导致89名准飞行员被勒令停飞。
据三联生活周刊爆料，仅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就有34名2018级、25名2019级学员因为通过2门考试被淘汰，而实际停飞人数远超这一数字。这些准飞行员可不是普通人，他们经过层层筛选，背负着200万元的培养成本，耗费4-6年时间，只为成为翱翔蓝天的机长。如今梦想却被无情碾碎。一位被停飞的学员在社交媒体上写道：“我花了6年青春，家里的积蓄全砸进去，现在却连个普通工作都找不到，谁来还我这笔账？”东航的铁腕裁员背后是整个行业的生存危机。据民航局统计，2024年中国民航客座率仅为 65%， 比疫情前下降20个百分点，每架飞机1/3的座位空着，运营成本却1分不少。东航2024年预计亏损33亿至43亿元，较2023年的81.68亿元有所收窄，但依然深陷泥潭。业内人士透露，东航此举是为即将到来的大裁员潮铺路。一位人力资源部门员工爆料，2025年行业裁员比例可能达到15%至20%，空乘人员至少裁掉3万人。曾经令人艳羡的空姐空少光环，如今成了高危职业的代名词。中国航空业的危机远不止欠薪和裁员。根据路透社报道，截至2024年底，3大航空公司国航、东航、南航的总负债高达800亿美元，其中200亿美元的贷款将在2025年面临违约风险。摩根士丹利的数据显示，3大行资产负债率突破 85%， 创历史新高，平均每天烧掉5000万元现金流，连续8个季度经营性现金流为负。这不是在飞飞机，而是在烧钱。一位业内人士感叹，地方支线机场的处境更加惨烈。前民航局金融专家王明爆料，全国200多个支线机场中，70%靠地方政府借债维持，累计债务超4000亿元。地方债务收紧，这些机场的资金链随时可能断裂。2024年，部分机场甚至连基本的电力供应都难以保障，沦为空壳机场。更雪上加霜的是飞机租赁市场的动荡。中国航空公司租赁了超2000架飞机，年租金支出超1000亿元。一位国际租赁公司高管警告，如果航司无法按时支付租金，我们将考虑收回飞机。这意味着航空公司不仅要面对债务压顶，还要面对机队缩水的致命打击。为了活下去，航空公司们掀起了史无前例的价格战。2024年第4季度，国内热门航线平均折扣低至 2.7 折，部分冷门航线甚至出现1折机票。北京、上海这条黄金航线，往返票价从2000元跌至800元以下，每卖一张票亏损200至300元。不飞不行，停飞就丢航权，飞了更不行，越飞越亏。一位航空公司高管无奈表示，这场价格战的根源在于运力过剩。2019年至2024年，国内航司疯狂引进超500架新飞机，但市场需求却因经济下行萎缩近 30%。据波音公司数据，一架波音737 MAX 的月租金高达40至50万美元，即使停飞也得照付不误。2024年，航空燃油价格上涨 22%， 机票价格却下跌 30% 至 40%， 航空公司陷入开法拉利送快递的窘境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价格战可能危及飞行安全。一位航空安全专家警告，现金流吃紧的航司可能在维修保养上偷工减料，延长部件更换周期，甚至使用廉价零件，这都是定时炸弹。2025年的中国航空业正站在悬崖边上。摩根士丹利预测，国内航空市场需求将进一步萎缩 10% 至 15%，
中小航司破产风险激增。德意志银行警告，如果债务危机无法化解，行业或将迎来史上最大重组，1/3的航司可能倒闭，20万从业者面临失业。专家张明的预言令人不寒而栗。幸福航空的停航，东航的裁员，3大行的债务危机，不过是这场风暴的前奏。曾经象征现代化与繁荣的中国民航，如今却成了经济下行的牺牲品。飞行员开网约车，空姐摆地摊，机场变空壳，这些画面刺痛了无数人的心。天塌了，这是无数航空从业者的心声。他们曾以为自己站在云端，却不料一夜之间坠入深渊。2025年，中国航空业将何去何从？是浴火重生，还是彻底崩盘？